个里的带呢。嗯。来了，姐妹。烧饭喽。昨天没开时间，昨天忙得很。也不是说昨天忙得很，是这2天都忙的，主要都忙孩子的事了。1号表演完结束了，我又带他去化妆。2号去比赛，然后他那个妆都是提前1天晚上化好的。我陪他化完妆回来都10点钟了，第2天早晨4点多就起来去了。放假龙猫蛋放假很久还没回来嘞，马上中午烧饭就让大家过来吃，他也放假了。我这买的是一个大的莲头，这个你看这个鱼我都腌好了，这个。尖嘴是俺那邻居给的，我把这个头给它剁了一块烧了，买了一块这样的肉比较嫩，这个是前夹肉，今天还要煲一个汤，给它切切，等一会儿浇热。这个肉比较嫩一点。买梅花肉做出来也好吃，放绞肉这个打一打盐，不用打得太碎，就这样就行。1根山药给它拍一拍，再切一切，放到肉里面放一起。调味只要放一丢丢的盐，朝一个方向搅拌上劲儿，像这样抓起来黏糊糊的就可以。给它分4份，别放到这个碗罐中啊，用勺子或者手背给它鸡肉压紧实一点。不要问我1种汤为什么要分4个瓦罐，因为这样不用担心有人在汤里面直接下筷子，咯啦咯啦。鸡蛋打进去，大概蒸个10几分钟，等这个鸡蛋定型了啊，就可以直接加水了。我加的是矿泉水。每个罐里面再放一片姜去腥，我又放了一点这种鹿茸菇，你可以放虫草花、羊肚菌都是可以的。再稍微加一丢丢点啊，你不要以为加2面盐它就会咸，不会，因为每次只放一丢丢。盖上盖子再蒸个20分钟左右啊，再做一个盐焗虾，虾子处理干净之后放半包这个盐焗鸡粉抓一抓，腌制一会儿，锅底留点油，把这虾子往上面一倒，盖子一盖啊，焖个5、6、7、8分钟，你就说这样够不够简单吧？接下来开始烧鱼头了，这个鱼头我直接买了一条整的，没有半截鱼头和半截身子的，因为最近放假买菜的人特别多，这个鱼头容易坏，所以今天先烧鱼头，鱼尾放到下次烧。涂酱好以后，砂锅留点底油，把这个葱姜蒜洋葱给它爆辣爆辣，放点金针菇，放点这个豆腐，把煎好的鱼头也放进去。这个是大姐最爱的那个鱼泡，我也跟它一块烧了，淋上1碗料汁，其他东西都不要放了啊。盖焖个15分钟左右，打开之后放点青红椒。今天小孩不在家，我放一把辣的辣椒，给老宝贝辣哭。再做一个超级下饭菜，肉末茄子。这个茄子我这个是泡的盐水啊，把盐水挤出来，然后油热一点，把茄子倒进去给它翻炒，炒软之后再盛出来。剁好的肉末放进去炒，这时候锅底不用放油了，就干炒，炒出稍微出一点点油脂，放一点点豆瓣酱，再放点这个葱姜蒜，把这个炒好的茄子倒进去，再淋上1碗料汁。我现在假装淋一下啊，因为我刚才倒过了，但是手机忘了录啊，撒点青红椒，咕嘟咕嘟就可以出锅了。你看那个小茄子怎么样？现在再烧一个黄蒿菜，做黄蒿啊，可以凉拌，可以蒸，可以炒，就这样简单的一炒，放点盐，放点生龙粉，它真的比那个空心菜还好吃嫩。这个汤也煲好了，撒点枸杞，放点葱花。这个葱花你愿意放就放，不愿意放就不放，反正我们喜欢放。就这一罐，我刚才已经尝过了啊，非常的鲜美。4个人4个菜，1人1罐汤，这些足够吃的了。好嘞，吃饭吃饭。蛋姐谁第一个进来的，尝了一口汤，说非常的美味。接下来就是老宝贝来了啊，这回可让我逮到你。你也看到了，姐妹啊，那一进来嘴巴都不停，这才出头罐子里面东西。我的娘嘞，这是个啥子？用勺子在里面咯啦咯啦，哎呦，鸡汤。1人1个，每个人都要。就给人大资本家庭，他就不没了过去。叫你拥有地主的待遇，你可以拥有地主的待遇，但是你不要像地主那么嚣张跋扈就可以了。地主没人过去吃这样的，这待你这汤，都是这苦待你。要是吃的嘛，你还不想回家来？就会做个饭，一辈子你也做不会呀。你都没见过这样的苦，都没见过这样的吃，吃这样的，整个里的带呢。嗯。你老娘哟，你吃吧。这个不要钱的。别吃，站在门口喝饭了，不要钱。这边他就知我肯吃好吃鱼头。新币比谁都想吃，又嫌费气又嫌费钱。完了，姐妹，我又发现老帅哥跟原来一样了。你看，光当他吃米饭，连菜都不知道。我刚刚看老宝贝一眼，本来想夹的，这筷子又缩回，不知道是怕老宝贝呢，还是想等老宝贝来给他夹菜。明明可以自理的，硬是被他调教成原来的样子。你不赶上水了吗？赶上年代了。你俺奶老咋样没赶上？这老宝贝只过来聊天呢，把老帅哥也给忘了，来了直接夹鱼吃。给老帅哥晾一边去了。我呢也是剪视频的时候才看到这位。我们都吃了一会儿了，老帅哥依然吃着他的米饭。哎，老宝贝终于发现他了。就老宝贝让他吃虾子的同时，他从那个瓦罐汤里面夹了一片姜片吃食。自始至终那个筷子都没有伸出去夹住过一次菜。老宝贝现在能的嘞，又去夹那个辣椒吃了。今天我放的可是辣的。妈，这哪个辣？不是这个鱼缸的鱼头吧？不是的，2个鱼头嘞。
你这个，没了，我能吃辣的，再辣的辣的都不想了。我现在也是习惯了。了。我的妈！我的天，那里头炖啥猪肉，还有呢？鸡蛋，还有呢，还有人参，都没有人参啥呢？骨，那鹿茸骨，龙骨，还有你最爱的山药。辣，我怎么说不吃辣的真辣？老刘，哎，姐妹，我就问你们，看到这里，你有没有后悔让我给他做鱼头？就是那剩下的鱼尾，咱还有没有必要做？人家都吃了半天了，老帅哥才吃了2只虾子，老欧宝贝这会儿终于想起老帅哥了，给他加了一道子菜。这个都是鱼眼里头吃。我请你多吃点哈。那个虾这个太难吃了。这个15分钟。啊，15分钟哪能炖好15分钟这么说。你这个不好糊。当然是。差不多。哎，弄点纯净水。你干嘛你给敷？嗯，这个儿媳妇会烧给你吃，你看看，这一辈子啊，咱你俩没吃过的、没见过的都烧给你吃。这个里面海参鱼肚、口水鸭我都吃过。但是他并不觉得他有负担呢。有福呀？你们觉得他有福，他自己不觉得他有福呀。我没吃过的，我都他自己也觉得。我呢呢。至于这样讲，那你家愁眉苦脸，你不开心，为啥呢？那你还有啥想不开的？你告诉我，你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，那不还是不开心吗？我就这样子，自己想不开。我从来不会笑，好好笑。那不光笑，你这天天就在笑，吃的开心你也笑。你妈这要是搁家，人搁家了，你看，这一家子人，咱又会做啥？咱们不会过啊。他不知道，他心里想的啥，你都不了解他的性格吧？他想讲啥，他半夜都不用讲出来，我都知道他要讲啥。我就妈看他吃的，你那可会过。像美来我这样的都是人打死的料，可知道？不会过。不是打死的料，不打死的啥都差不多啊。俺吃有吃的来路。姐妹儿，你告诉我什么叫吃有吃的来路？我曾经也是我妈口中那种宁愿买把面条都不去买泡面，但是我在老宝贝的心中就是那铁板钉钉不会过日子的人。前一年穷的我妈觉得我们都可以去要饭了，她觉得我们都可以买飞机，因为以前不住在一块儿，打电话干啥的龙宝丹我俩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。我也不瞒姐妹儿，日子咋好起来呢？就是因为我做抖音美食直播带货，但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成为老宝贝心中不会过日子的有利。我已经跟她讲了 N 多遍了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我就靠这个挣钱，要不然你儿子连那个破车都开不上。他知道，但是他还是觉得我不会过日子。就是你老婆一辈子带你没有快乐。当初是咱老做主，让老宝贝结的婚，过得不幸福不开心，全怪咱老身上了。他觉得他跟了老帅哥，他没少吃的苦。我就问你姐妹，家里面有跟老宝贝你同样大年龄的人？农村的有几个没吃过苦？那个年代的人有几个过得就算当初咱老不做主，他找的是别人，你觉得他过得就会比现在好吗？就一定比现在好吗？就算以前所吃的苦都怪咱老，那现在呢？儿子有，孙子有，儿子孙子一大家，女婿对他也都特别好，每天好吃好喝的，不正是享福的时候吗？偏偏他就想不开，一天到晚为那些不着调的事儿生气自己生气，后来弄了一大家都不开心。搁自家人眼里你就是想不开，搁外人眼里就是作。说到那时候出门打工，孩子小姑还小，这么小丢在家里吃了不少苦。大姐说她吃了什么苦，福都让她享了。我是老大，我干的活最多。一向沉默的老帅哥说话了，说二姐吃的苦是最多的。老宝贝跟我说，当初不让二姐上学是因为龙宝蛋在家带龙宝蛋，让龙宝蛋一定要好好播。大姐和二姐说是因为带孩子小姑，因为龙宝蛋那时候1年大了，到处跑了，妹妹太小都不会走路。二姐是洗衣服做饭带孩子。他吃了苦了，我没吃到苦啊。都说父母哪有不疼孩子的，疼是疼，但他有他的疼法不一样。尤其兄弟姐妹多的，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老大教，老小教，中间夹的现世包。姐妹儿，你们是教还是现世包？你要吃不吃完了？俺妈不吃完，人家粉粉就吃完了。不吃了，吃完了。怎么吃完了？我今晚想了不饿，吃继续吃。喝2碗半稀碗，大妹妹吃多吃点。我那个鱼都吃了呢。这下就够了。这也是吃的了。你米咋不吃的？早上才吃，我吃的呀，我一直都吃。
一盖子就都吃了。哎呦，好了，可能菜吃着一大这就下着了，这不能吃。来，好吃。我买，所以我就买的鲜的肉，买那个全家那种嫩一点肉，多的鲜肉它不腥，你看到没？其实美味不要多贪，嗯，一顿啥都不吃就吃点这就够了，光喝汤，就这一罐这就够了，还有一个鸡蛋，还有肉末。老宝贝每天吃饭的几件重要的事情啊：第一，叨叨；第二，诉苦；第三，吃完饭看老帅哥。